认真攻略，从不漏球啊！那么大家好，我是琉璃。本期视频是《暗黑破坏神4：憎恨之躯》DLC 的中期开荒指南，就包括满级进阶苦痛之后的发育思路，以及呢目前我个人认为最强的灵巫的阴系速刷玩法的介绍。琉璃之前已经更新了2期的开荒视频，你如果照着抄的话呢，刷到60级进苦痛1的问题是不大的。那这之后，我推荐你按照狂潮刷门票、BOSS 打暗金、罗盘刷材料与深坑点雕纹的顺序进行开荒。在此之前，我会建议你先刷一下赛季玩法异界行者。在小地图上这种标记的地方呢，就是异界行者的活动区域。我们在活动开始之后前往它附近，就能在击败它之后进入它背后的传送门了。这个传送门内呢，我们可以选择自己需要的蛋白石药剂建议你选择泽梅蛋白石这个品类。喝下这个蛋白石之后，我们再去苦痛1难度下刷地狱狂潮，那其中的基因就有更高的概率掉落召唤 BOSS 的门票了。当然，最主要的门票来源呢，还是开箱收获的钢铁，以及狂潮区域内存在的地狱任务宝箱。狂潮期间的箱子本身是会掉落不少的装备的，前期呢建议你尽量选择带血量、护甲和抗性的装备。有了门票之后，我们就能挑战折磨1难度下的钢铁跟瓦尔森了。主要目标就是格里高列这边掉的午夜骄阳戒指。这2个 BOSS 还会掉落召唤都瑞尔的材料，打嘟嘟是有概率掉落科佩莱克之杖的，有了它我们就彻底起飞了。这个阶段在获取了装备之后，我们可以选择去打炼狱魔巢和深坑来进一步提升自己。那炼狱魔巢的门票罗盘可以从地狱狂潮里找到，刷它的主要收益呢是装备强化材料、重置回火卷轴和提供抗性的拉血。深坑的主要收益就是低于古币和雕纹等级了。古币这边是可以在珍品商这里买头盔跟武器的，因为目前灵巫的职业专属暗金很少，我们会非常容易买到暗金头跟武器。戒指这边因为 BOSS 比较好出，就不推荐买了。当然，想要畅爽开荒的话，一个稳定的网络环境就非常重要了。这里琉璃推荐你使用悠悠加速器作为老牌大厂的产品，悠悠有着各种黑科技加持，对暗黑4的加速一直是稳定高效的。如果你是大学生的话，现在还有专属的优惠，在 PC 端点击大学生优惠就能用非常便宜的价格获得加速时长了。如果你之前没用过，担心不好用的话，也可以在优惠兑换这里输入口令码琉琉离离来得到免费的加速时长。试用之后觉得适合自己再购买。除了加速游戏之外呢，悠悠它本身还内置了各种实用的工具连接包括等下我们要提到的技能加点模拟，还有暗黑4的地图等等，可以让你的憎恨之躯开荒更加高效。言归正传接下来是灵巫中期的速刷构筑的介绍。这一套玩法本身是刚需科佩莱克之杖这个暗金武器的，那这个武器的效果是非常多的。首先它可以让我们的核心技能被视作基础技能，这样一来我们的输出技能灵与剑幕就能享受到所有的基础技能增益了，就包括不限于被动技能的加成、跃升威能的加成，还有装备词缀的加成等等你甚至可以手套起剑幕等级，然后裤子带基础技能等级来双提升它的等级。转为基础技能之后，我们的核心技能本身是不耗能的，但能量满值的时候它们会获得额外的效果，分别是全额伤害、最大化效果和必定暴击增伤。全额伤害和必定暴击比较容易理解，后者还会消耗我们所有的能量来造成额外的伤害。我现在是有200点能量的满柔暗金能打出7倍的伤害，最大效果则根据技能的不同是有区别的像我们这个 BD 里灵与剑幕的效果是额外射出2根羽毛，在贴脸情况下相当于 25% 的额外输出。单独存在的情况下，科佩莱克本身的强度已经很高了，我们还能使用午夜骄阳暗金戒指与之配合，这个戒指会在我们暴击的时候返还之前的耗能，在怪堆中我们的技能多按几次就能实现无限能量的打满灵与剑幕的输出了。可以说有了这2个暗金伤害层面就已经够我们去打折磨2了。这种情况下，我们的输出已经高到关键被动可以刷奇才来刷 CD 了这个被动的效果是连续释放核心技能的时候，会基于技能本身的等级来返还我们各种技能冷却。我们可以用它来无限刷新各种增益技能，比如说提供 50% 控制增伤的灾虫，以及我们的终极技能这样绝绝和至尊2个高增伤的被动就几乎常驻了，对输出的帮助是非常大的。这时候我们还要进一步的提升自己的输出，就可以想办法去刷一个埃贝瓦卡之墓。这个暗金头就是之前数据挖掘里的和血，它的效果是让技能获得额外的标签，同时根据技能的标签数量来提供增伤。带上它之后，我们可以选择巨猿的主灵，然后再带上猎豹的副灵，然后我们的灵与剑幕呢就同时被视为天鹰、巨猿和猎豹技能了这时候 30% 的头盔能提供 90% 的增伤，而且这样一来它还可以额外享受到2个增益极高的猎豹被动的加成。主神带狂言的主要原因是为了便利触发不屈猛击威能，这个威能虽然临时被暴雪加了1500的上限，但对灵巫的影响比较小。
它在锁上限之后，我们只要保证战斗状态下的护甲成威能大于1500，我们就可以把多余的护甲词缀给换成敏捷生命了。也可以选择去把防具跟项链护甲百分比的回火呢换成决断程度上限，然后再通过雕纹把这个决断上限转增伤，所以实际上对我们的输出影响是不大的，反而让我们有了更自由的词缀选择空间就是了。核心机制我们了解的差不多了，接下来是具体的构筑分享。在暗黑盒昨天已经更新了最新的版本，琉璃这里呢也把目前使用的过渡 BD 也给更新了一下。技能被动的选择我们前面聊的差不多了，这里说一下实战中的技能效果跟释放。劫掠者这个技能呢是一个增益技能，开启它之后，我们的灵羽剑幕能突进到敌人脸上，本身的额外资源回复也能让我们打出更多的满能羽毛。那这个技能在战斗中是可以被自然续杯的，你看见 buff 没了再去开一下就好了。披甲厚皮这个技能主要是提供决断和格挡，奇才呢可以让我们高效的刷新这个被动，开启它还能让我们获得不可阻挡。灾虫就主要是提供控场和控制增伤了，我们可以通过给防具回火老练之性来让自己的所有技能都能控制怪物，配合奇才这个技能实际上是 50% 的全局增伤，还能让我们利用它来高效回血。终极技能方面还是推荐你选择追猎者，它本身是一个位移技能，自身可以通过杀怪抓心，还能在我们打 BOSS 的时候提供强力的斩杀。最后一个技能呢，根据情况在反击跟飞空里选就好了。飞空建议你选择不可阻挡的效果，在割草的时候用来效率赶路，反击则是开启之后会提供闪避跟爆伤，在高难环境比较舒服。前期开荒的时候，我们可以通过拉卡诺斯或者盐的祝福、暗金鞋子来补充全抗，解放我们衣服、裤子、戒指这些部位的词缀，选择更多的护甲跟生命来让自己轻松过渡。后期就要么穿泰瑞尔，要么传奇带全抗了，大家根据自己的情况来选择装备的词缀就好了。项链的词缀除了护甲、敏捷、生命之外，有条件的话可以找一个被动技能等级攻击项的话呢，推荐你选聪慧或者强效；防御项的话，推荐毅力。最后简单聊聊这套玩法的实战操作，就如果你没用鼠标红的话，就是开启劫掠者，用灵羽剑幕打怪赶路，碰见精英了之后呢，开灾虫控场输出。披甲厚皮跟终极被动呢，看情况来，如果有鼠标红的话，建议你所有 buff 技能无脑按，然后对着怪物一直扎羽毛就完事儿了。那么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我是琉璃让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